定端午节是中国来的节日。首先第一个，屈原必须变成土独分子。照这样说，周人怎么可以被商人统治呢？周朝独立于商朝之外，那周人不是中国人啊？那还要去呛别人说屈原是中国人的，不是文盲就是史盲。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是脑盲。我现在严重怀疑青鸟是不是都长这个样子。馆长那边靠背说，那个军人的头盔没有防护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民进党那么不重视军人的头盔了，因为他们未来如果黑熊学院或者青鸟进入部队有个优势，当对方拿着马克沁机枪的时候，青鸟只要头往前一顶，天下无敌，因为脑袋是空的，打不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黑熊学院过端午节就是中国人吗？不是啊，乐知识过什么节不会变哪一国人啊？事实上啊，这过端午节的国家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香港、新加坡、澳门、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与越南呐。台湾是民主多元社会，能放假就是福，不管南中北中一样都是好中。黑熊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过端午节的会是香港、新加坡、澳门、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跟越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没有想到黑熊学院会智障到播这种文章真的没想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香港、新加坡、澳门？那请问香港跟澳门是国家吗？香港人是中国人，澳门人也是中国人，香港跟新加坡跟澳门可以摆在一起吗？那再退一万步讲，不管是国家还不是国家，为什么是这几个国家过端午节呢？那为什么旁边的柬埔寨、辽国、泰国，在南边的越南，而且日本过端午节的，你确定是日本人本身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你就知道楚独论的源头是什么了。为了要否定端午节是中国来的节日，首先第一个，屈原必须变成土独分子，还要去呛别人说屈原是中国人的，不是文盲就是史盲。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是脑盲啊！我现在严重怀疑啊，青鸟是不是都长这个样子？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可能永远就回不来咯，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哦。他还有脸呛别人是文盲还是史盲啊？还可以把香港跟澳门当成独立国家，你讨个蹦我没救的程度了。那天我去上馆长那边靠背说，那个军人的头盔没有防护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民进党那么不重视军人的头盔了，因为他们未来如果黑熊学院或者青鸟进入部队有个优势，当对方拿着马克沁机枪的时候，青鸟只要头往前一顶，天下无敌，因为脑袋是空的，打不到。但是不是文盲就是史盲然后黑熊学院这么更屌，这里都是因为有华人的关系才会过端午节，那么在攻什么废话？请问马来人过端午节吗？所以青鸟可能比上司更厉害，因为不需要脑啊。那请问我们今年端午节划什么龙舟，吃什么粽子，讲什么屈原故事，是不是真的有病呢？这就是有病。当资语警察当他发疯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今天听到物理老师说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就很不爽，说品质很难吗？台北市的高中都被渗透了吗？真想赶快搬到高雄啊！这人是有病吧？还能念到高中啊？最近青鸟发疯发得很彻底啊！这一群疯狂的资语警察已经疯到没有地方去，就是这么疯，就是这么恼。突然让我想到前几年前的大笑话：南极中国，哥伦布发现新中国；美洲中国，非洲中国，哥伦布发现新中国。很认真这是个认真的新闻麦田出版社发行的《激辣中国》一书将大陆一词全部换为中国，出现哥伦布发现新中国等错误。这就是现在青鸟的现状，逢路必反。人家说的是 continent， 然后他把它变成什么？变成 China， 低级到这种程度，而且重点是还拿出来卖，没有看过那么低级的状况。请问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笑话就几年前的2022年的笑话，就这么低能，在今年又发生了，每年反复发生，资语警察每年反复出现，真的很夸张，很难说他们没有动，因为只剩下这可以解释啦，不然人家怎么解释呢？到底要多有动才能继续这样子做？但他们就是坚持嘛，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台湾人真的一定要变那么就是这么的蠢，真是可笑到不行这是之前在年初的时候很红的一段，一个在翠上面发神经，一个女青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In Taiwan, we don't say 巨好看 we say 小好看 In Taiwan, we don't say 塑料 we say 塑胶 In Taiwan, we don't say 小哥哥小姐姐 we say 少年的小姐 In Taiwan, we don't say 公交车 we say 公车不就是巴士 In Taiwan, we don't say 媳妇 we say 水某 In Taiwan,
Taiwan, we definitely don't say 小伙伴 we say 不管咱说啥的，就是卖个厉害的口个小伙伴啦，恁总嘛听你几把都会。2025年，咱好好啊讲国语，恁讲好唔好？这个是今年年初在 Trade 上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大家下面说我们好好说中文，你都说是中文啊？请问中文谁的中文最标准？如果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的话，这个阿贼啊，请问是中国说的中文比较好，还是台湾会说的中文比较好？我就问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嘛，你就知道青鸟到底有多疯。这一团钱流已经从去年底到今年，就青鸟开始崛起之后就一直在闹。Mandarin 是普通话的标准英文翻译，其实我们要讲的是中华民国国语，正确翻译叫 National Language of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国语啊是 National Language。Mandarin 这个说法是外国人对于官话的正腔的一个直接的翻译，后来就变成普通话的对应。所以为什么讲普通话就 Mandarin？ 因为普通话的基底是官话嘛，所以你也承认闽南语是中文哦。但我再说一次，如果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请问讲中文讲的最好的会是台湾人吗？是中国人吧？那对于你来讲，这是个外来语言，请问你讲好好说中文，请问台湾人为什么要好好说中文？所以这是甚至逻辑错乱到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啊！但这些青鸟就喜欢这样玩。青鸟为了切割台语跟闽南语之间的关系啊，他特别发明了一个叫台湾台语，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于这个所谓的语言的认识有多么的浅薄跟多么的愚蠢。这个所谓的官话，英文叫 Mandarin， 中原正腔为基底，帝国首都所在地所讲的语言。那我就请教，如果台湾跟中国真的是一边一国的话，请问你口中所谓的 Mandarin 是以中国标准为标准，还是以台湾标准为标准呢？就讲最简单的嘛，你既然要中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那你就讲嘛，到底中文是谁的嘛？所以我看这个谱系你就看懂了。全章片包含哪里？包含台湾，包含泉州、漳州，还包含厦门。当然，现在因为很多学者因为台独的关系，慢慢的就不理这种分法了，这也是一种粗略的分法。福建话怎么去划分？叫 Taiwanese Hokkien， 台湾的福建话，红色的叫泉州方言，蓝色的叫漳州方言，紫色的叫厦门方言。台湾对应的泉州方言，所谓的海口腔，鹿港沿海这个地区，泉州人航海多，早一点来就占了这地方。漳州腔其实最明显的南洋平原，粉色被当成台湾的闽南语的标准口音呢，因为它就是漳泉混合。台湾的漳泉混合比例啊，大概就是50-50啊。厦门刚好夹在漳州泉州，它也是50-50，所以发生一个很有趣的异化现象，趋同演化。当厦门语呢，它的口音逐渐跟漳州跟泉州不一样之后，它所融合出来口音呢，意外的跟台湾有点接近，就是变成金门人他讲的是厦门话。其实金门跟厦门自古以来是一体的，但是强行因为历史被切开了，有钱人的子弟都在鼓浪屿念书，他们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活背景的意思。刚好那口音呢，跟南台湾闽南语标准音呢是一样的，这叫漳泉混，或叫泉漳混。所以为什么在台南这个地方的口音呢，能够跟厦门真对得上呢？因为啊，当时清朝中后期的时候，两岸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今天为什么台湾的所谓国语跟普通话口音不一样呢？因为我们的国语虽然也是托自北京的官话系统，但是因为混合了闽南人卷舌有一点障碍，闽南语里面是没有卷舌音的。简单来讲，这就是台湾的语言的发展。所以我不懂啊，至于警察到底在嗨什么？你懂这一些吗？这些人会下巴掉下来，这些青鸟会蠢得跟猪一样啊！算了，这侮辱猪又侮辱鸟，这些傻逼鸟。那因为我们长大之后都学这些，都是用国语去学嘛，那你就会变成国语多台语少。什么是汉音呢？就我阿嬷他们那一辈学的，叫做那叫文言文或半文言式的闽南语的读音。我们平常在跟家人之间在讲的台语、闽南语，那个叫做日常生活用语，这就很不一样。而且现在因为混用的状况很严重，所以你连布袋戏里面的很多文白混杂，那老一辈的就靠经验判断。那有一些他是必须要用闽南语去读，因为闽南语音哦跟粤语音更接近中原古音，中原古音就是八音嘛。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语言混杂出身的孩子，我的闽南语跟国语会打架，粤语是8音半，所以有人说是9音啊，闽南话是7音半啊，所以一般统称8音，是这样来的。那因为口音就是互相影响嘛，所谓的南腔北调混杂就是这样来的嘛。这个自古以来皆然啊，你想官话怎么可能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形成这么大的连续片？原因就是因为混杂嘛，因为北方都是平原，所以交通移动方便，所以混杂的快。南方因为都是山河交错、盆地地形，所以导致它的语言混杂速度慢，它就逐步就保留出自己的方言。方言我都认为一定要保留，但是如果要非常精确的描述，我们应该称为叫做现代标准汉语 （Modern Standard Chinese）。现代标准汉语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通用的名词，像台湾叫国语，在大陆叫普通话，在新马叫华语。